这里是哪里？我不是在宋家和继母喝茶吗？怎么回事？你们说吓得要能迷死一头老牛吗？这小老铁怎么请了？呸！敢踹老娘，找死！呀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说，是害你的，我可是黑市老大，整个京都地下产业都是我的地盘，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？是您的继母秦夫人叫我们陷害你的，不关我们的事。秦秀，说。是你，宋老板，此女克夫啊！当年骗宋家是我克夫的那个假道士。秦秀，难道真的是他？宋小姐，这就是你欢迎你未婚夫的方式吗？秦秀，死！秦秀身边没有这样的高手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们少爷是京都裴家的继承人裴继川，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来跟你谈退婚事的。退婚？是吧？你们找错人了。这香味，难道3年前救我的人是他？少爷，少爷，这婚还退吗？让秦秀出来见我。小妞，想见我们秦总哪有那么容易？除非你……放手，小妹，我三哥，你这不是爸让我下基层历练历练，我好歹四肢还健全，不像大哥他……算了，不说这个，你找秦秀做什么呀？他现在可掌握了宋氏50%的股份，再也不是之前坐地附小讨好咱们的后妈了。看来我们的这个后妈远没有想象当中英俊，是时候该会了。如果真是他做的手脚，那你现在想见他，恐怕就更……那就先从容易的下手。臭保安，本过来给本小姐搬行李。自己搬。是你呀，养在乡下的野丫头。少爷，不好啊！我们未婚妻打进宋氏集团了。让秦秀出来见我。宋玄离、宋玉成，你们竟然这么重，妈妈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绑起来！你个死保安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啊！你还真好啊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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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李，
我们这么做不会太过分吧？他秦秀敢做初一，我就敢做15。秦秀，大哥、三哥和我的事，最好不是你的手笔，否则还怎么会怨你的？我是他们的爸，他们还敢怨我？宋玉成这混账越来越不像话，和乡下那个客户的一样，混得很呢，竟然还敢保昭昭！我这个当老子的还活着，他就想翻了天不成？来人，请家吧！我今天非要教训这个逆子不可！如海，仙离，和妹妹闹着玩，也不要太过火。过火？这宋小姐做的实在太过火了，果然是在乡下养大，粗鄙不堪。粗鄙不堪。若真是粗鄙不堪的人，敢和有实权的继母叫板，你说他的底细是什么啊？少爷去哪儿啊？看未婚妻。啊，雪里，你回来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啊？妈可以去派人接你啊。妈，你还找人去接他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我就要被他们欺负死了。就是当妹妹的要大气，姐姐和你闹着玩呢，怎么能放心上？啊，雪妮，昭昭被我惯坏了，你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？装？雪莉，你说什么呢？秦夫人，就我们陷害你的，不关我们的事了。这个声音耳熟吗？10年前骗我爸我克夫的那个假道士，是不是你的人？是不是你？宋玄礼，我妈对你那么好，连裴家这么好的婚事都给了你，连人狗叫2句，你就要这么对她？果然和你该死的那3个哥哥一样，都是白眼狼。昭昭，别胡说！玄礼，你是说这个道士是假的？太好了，妈这就和你爸说清楚。你爸因为听信这个假道士的话，把你冷落在农村这么多年，真的是受委屈了。爸一定和你爸解释清楚，让你爸给你道个歉。伪装10余年，直到彻底掌握宋氏集团，才暴露出你的野心。说实话，秦秀，我很佩服。可我好奇的是，我对你掌握宋氏没有意思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对我下手？你最好对我说实话，否则我这一针下去，他就会像你大哥一样。敢！我不想变残废，你快救我嘛！雪莉，你别胡闹了，你快放开昭昭！雪莉，这中间一定有误会，你冷静一下，听我给你解释呀。解释？秦秀，看来我们之间确实是有误。我宋玄礼可不是什么娇娇女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就别怪我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了。怎么能这样？宋玄礼，你凭什么怪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这10年我没有对你们动手，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要怪，就怪你和你那个该死的母亲挡了我母女的路。你妈占着宋太太的身份，而你占着京都裴家继承人裴静川未婚妻的身份，俩活着就是碍事，就该死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不死，我们母女怎么会有今天？妈，是你下的手，是又怎么样？我为我们母女的未来铺路，我有什么做？
你给我住手！你这个不孝的畜生！我看你是在乡下养眼了吧？刚回来就对你妈和你妹妹动手，亏他们还劝我不要对你动家法，我看打死你都算称的。你说你怎么没有死在乡下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玄离那么做都是他活该，要不是那个女人害了玄离和大哥，还承认他害了我妈，是我们的杀母仇人，玄离怎么可能会动手？你说田秀害了你母亲？爸，我没有，是他们要杀死我的妈妈。你在这一派胡言！秀儿一向如若，待你们4个从小就像亲生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本来想让你当保安历练一段时间，就让你继承宋氏，可你现在不仅陪着这个克夫的逆女胡闹，还冤枉对你百般照顾的继母。你这么多年都是白活了吗？还不赶快放开你妹妹！贱人，敢欺负我妈！你敢打我，我杀了你！爸！孽女！我I can hear the wind blowing. 是他。未婚妻，我来的还算及时吗？就算你不帮他，我也不会有伤。不过，谢谢。宋四小姐这个性格挺有趣。裴总，您没事吧？宋总，看来我今天来的很不巧，耽误你教你。不，家里小打小闹的，怎么会呢？啊，对，上次您说护城那个东家山庄的事儿，您看。既然答应了给宋氏，如果两家不出变动的话，那么该是谁的，自然还是谁的。人都走了，还看什么看？我警告你，别以为裴哥哥救了你就是喜欢你，他只是把你认成了我。我们3年前就认识，感情可不是你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能比的。3年前就认识。我们少爷是京都裴家的继承人裴继川，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来跟你谈退婚事宜。退婚？所以裴进川是为了他来找我退婚？一点家事让您见笑，玄离这个死丫头在乡下的上不了什么台面。我看我们裴宋两家的联姻，不如换成昭昭。宋总。此次我来护城的目的，想必你是清楚的吧？一来是要给我父亲寻找续命的良医，二来便是要和宋家退婚，所以特地从京都跑来护城，想跟宋四小姐当面商谈退婚事宜。我看宋四小姐这个样子，好像此前并不知道宋裴两家有婚约，是吧？这丫头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我自然不敢让她知道，免得呀她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不过昭昭3年前您就见过呀，当时您还夸她可爱来着。宋小姐不愧是宋总的掌上明珠，穿得很是富丽堂皇啊。那是自然，爸爸最疼我了，我这一身啊可都是宝丽格定制呢。混货，骂你是快，还以为夸你呢。爸，你看他们。裴总，我这小女儿确实迟钝了些。没事，我看恋爱倒也不是朦胧可爱哈。
爸，他是谁呀？哦，原来少爷说的那个蠢得可爱的蠢货就是宋昭昭，难怪少爷一听到是宋家的女儿就立马要退婚呐。宋昭昭，我对和你抢男人一点没兴趣，但你要是敢动我再来，我就会让你知道生与死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玄离、玉晨，妈刚才都是说的气话，你们别放在心上。你们年轻人的婚事，你放心，妈肯定不插手。哦，是吗？没想到这贱人在乡下竟然学了一身好武功，现在还知道了宋生生的事，不能再拖了，必须趁早解决。喂，妈。什么？宋学礼这个土包子竟敢欺负昭昭！我马上回来。我的好女儿啊，希望你能喜欢我为你们准备的这场兄妹相残的大戏。学礼，婚约是妈在的时候定下的，妈跟裴夫人是多年的好朋友，就算他们要解除婚约，裴家应该也不会同意。更何况，妈的死疑似跟秦秀有关。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妈的人。山地的仇，那是宋玄礼。住手！哎！妈的，宋玄礼！那个人好像二哥，应该不是。二哥现在应该在国馆。玄礼，你真的有办法治好大哥的腿吗？大哥不是普通的残疾，而是中毒。你知道？大哥中的不是普通的毒。那小妹，你可有办法解毒？有，可缺一味药引。缺什么？只要是这世界上有的，我拼命也要找回来。刘章志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秦秀已经彻底掌控宋家，想要报仇，恐怕不是一时之间可以的。目前最要紧的是先治好大哥，再筹谋复仇。小妹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至于裴家的单子，以后再说。是他。对了，定县神医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有了，不过他没有马上答应要为了来诊治。但是我听说他在寻一味叫做牛樟芝的药，要是我们能送上这种药的话，神医大概率会为了来诊治的。那就给他。属下查了一下，全护城目前只有嘉兴拍卖行有一株牛樟芝，而且价格不菲。不惜代价，这药必须得是裴家的。小妹这派头，不像是在乡下养大的，倒像是常年浸淫在名利场上的人物。难道是天生的气质不成？哎，小妹，等等我！裴总，这边请，VIP4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玄礼，这株牛樟芝我势在必得，我要亲自下手呗。起拍价50万，
我这张卡里只有300万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牛樟芝这东西稀罕，每次出现就没有少于1000万的。还好我经营黑市多年，不差这点钱。三哥尽管叫价，我有钱。有请。第一件拍品，灵蛇项链，起拍价30万。灵蛇，像他。玄丽，你的这条项链一定很好看，才30万，刚送你。我出52万，52万一次，50多万也可以。三哥，牛樟芝要钱。师哥没用，守不住你和宋师也就算了，连件礼物都送不起。不过玄丽，你放心，等治好大哥的腿，哥哥们一定夺回宋师，替妈报仇，让你过上千金大小姐的日子。这些年在乡下吃了很多苦吧，才连条50万的首饰都舍不得买。三哥，不是我，52万成交，恭喜这位先生。少爷，拿下了。下一件是本店的镇店之宝，世间罕见的名贵药材牛樟芝，起拍价50万。100万。好的，少爷，我出100万，100万一次。怎么抬价这么高？150万。300万。我出300万。我去，这人疯了吧？他是不是故意抬价？我卡里只有300万。玄丽，你先叫价，我给二哥打电话，让他借一点。哎，三哥，500万。少爷，是宋小姐在竞价，还加吗？什么宋小姐？跟，无论多高的价，此物我势在必得。少爷，这可是您说的啊！550万，550万第一次，还有更高的吗？裴进川的人，他拍牛樟芝干嘛？难道老大，这就是裴啸天，卧床3年，看过名医无数，都断定可活不过3月。裴家表示，若您愿意出手给他续命，哪怕只有1周，也愿意献上1亿现金。外加一个不过分的条件。看来这牛樟芝非我莫属了。550万2次，已经追加到500多万，看来没有1000万是拿不下来。呀，二哥接电话呀！喂，二哥，1000万是乡下来的那个小丫头让你要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二哥，这是被那对母女迷了心智了，连大哥死活都不管。不行，这是大哥唯一能占你的机会。看来只能去求求爸。难怪会嫉妒昭昭对他动手，哼！看来我得亲自回去教育教育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！哎，傻兄，你别看我，也不关我的事儿啊。陈楠，你是叫这个名字吧？宋小姐，跟裴进川说，牛樟芝我要，条件随他开。少爷，宋小姐说东西她要了，条件随便你开。让他滚。她说让你滚。让我滚？希望他不会后悔吧。裴家的单子我接了，不过我无条件，我愿意追牛樟芝作为枕费之一。
裴庆川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。裴家的单子我接了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我要移出牛章之作为诊费之一。看来这一趟没白来，牛章之我裴家非要不可。少爷，你还是得来一下，这现场情况有点复杂。不就是拍点东西而已嘛。这个陈家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。好的，好的，少爷，我出1000万，1250万，1300万，1550万。哎，我宋小姐，我求您别闹了。这少爷要这牛章之是有用的，您这身为他的未婚妻，正常竞价。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不满，可以让你背后的狗子。就是说了，您让你滚吧。至于每次加价都加250万嘛，哼，师傅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乡下的女人果然不好使。你找我啊？是你，我的好未婚妻。又瞪我，怪我没说清楚啊！哎，我都说了是宋小姐，宋小姐了嘛，这护城还有几个宋小姐嘛？妈，让别人滚的时候倒是挺利索的。等着追妻吧你！我对当你未婚妻不感兴趣，东西我们公平竞争。你是想和我竞价吗？有何不可？好，今日全场，无论何人出价，我裴家在其之上加50万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样的大场面。裴少这么着急拿下牛章之，莫不是裴总快要不行了，在这病急乱投医？这可是点天灯啊！要是宋小姐故意加价到极亿怎么办啊？少爷，裴总，您真的要点天灯吗？我从不说大话，想跟我们裴家竞价拼比财力的，现在可以站出来了。活在黑市的产业刚被围剿，如果和裴家比拼财力，怕是比不过。故意抬价，给他一点小教训也够了。裴晋川，我记住你了。我们裴家有家训，不能让女士伤心。这个项链挺适合你的，未婚妻小姐。能不能给我一个送礼的机会？能不能给我一个送礼的机会？果然是个会哄人的花花公子，勾搭了宋昭昭找我退婚还嫌不够，还敢招惹我，那我会让你知道招惹我的后果。当然，是我轻敌了。难道他是想杀我？少爷，恕我冒昧啊，我只是想亲手给你戴上。抱歉，我帮你接上吧。不用了。好了，疼吗？不疼。最好真的不疼。谢谢啊。这挺适合你的。是吗？那今日之事我们就一笔勾销了。
当然，前提是你不再来招惹我。至于牛樟芝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主动给我。如果真的是同一个人，那就太有趣了。少爷，您不是要和宋小姐退婚吗？不娶何聊啊？你懂什么呀？还不赶紧结账去拿东西去！啊，我这就去。回来。酒店那晚的女人你查清楚了吗？那人和黑市的高层有关，派出去的人查不出来什么。不过宋四小姐貌似和黑市有什么联系，这就对上了。以她的身手，怎么可能是个普通人？宋玄离，宋家四小姐，黑市杀手，有意思。我现在对你越来越好奇了。三哥，喂，轩离，有张照片下了吧？7万公告，我打你卡里了。今晚先别回家，我叫个车送去。三哥，小李，上乡里查的事情有消息了。找到了，老大。秦秀对你母亲下手的事太久远了，短时间内只能查到你母亲10年前因抑郁入住志和疗养院，在秦秀看过她后，就传出了自杀的消息。具体的话，可能得找到当年给你母亲看病的医生护士。知道了。秦秀母亲和哥哥们的仇，等我查出证据，找你一并报。秦秀有杀手？哎，是我。Your feet are tangled in the sheets. The morning light cuts through the blade. 好凉，好舒服。好凉，解药，抱歉了。送我进女人家，是他。这味道，果然是他。魏文琪小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皮豹。I can hear the wind. 你认真的吗？你该不会被打傻了吧？对了，去联系京城那边，我要带魏文琪和六玄神医一同回老宅。啊，魏文琪，你不就回了？哦，我这就去。没想到我等了3年的人，居然被老天爷亲自送到户口本上来了。老哥真厉害！没想到那晚的男人竟然是裴进川，看来裴家是非去一趟不可啊。
哎呀，就算不为了牛樟芝，也得还那爷的人情。也好，解决了这件事，把魏一屯正好出手对付秦秀。这么优秀的老婆，得抓紧娶回家。退婚报仇。三哥还是联系不上，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看来处理裴家的事前，得先回宋家看看。师傅，去千张别墅。你这个小畜生，私自挪用1000万资金，你还敢回来？拿钱是为了给大哥治病，我问心无愧。卢海，不就1000万吗？就算国内外的医生都说一言的病治不好，可总得让玉成找人试试不是？就算是被人骗了，那也是兄弟情深嘛。这么兄弟情深，我看就是这个小畜生自己慌了。我宋卢海怎么能养出你这个儿子？是，我没用。自从妈走了以后，这个女人带着她女儿来到了宋家，你眼里还有我们兄弟几个吗？还有四妹吗？妈生前最爱的就是玄灵，她跟妈长得是最像的，就因为这个女人一句话，你就把妹妹送到了农村，说她克夫。大哥残废了你也不关心，你还有个当父亲的样子吗？孽畜！我没有当父亲的样子，以后你就别做宋家人。你出去看看，如果不是我宋如海的儿子，谁会拿你当回事？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就老三，大道歉，道歉。凭什么道歉？凭什么道歉？宋玄离，你打了我还敢回来？宋玄离，你才刚回来就敢打小手，你还鼓动老三去偷家里的钱。今天我这个当哥哥的，你就好好教育教育你。我只想让他去医院住几天，让他好好老实一下。就凭你，黑虎掏心，这可是二哥的绝技，宋玄离死定了。宋少少，希望你能喜欢这兄妹相残的戏。二哥，可是我们亲妹妹，正因为是亲妹妹，所以才要教育。让你说走开！竟对我下死手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秦秀对母亲和哥哥们下手，宋如海真的半分不清楚，他到底是真糊涂，还是默认，甚至就是他指使？是与不是，试试就知道。宋总，这桌子是金丝楠木的吧？您儿子这么一撞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事儿，真是父子情深啊！孽女，你怎么敢？宋总，我可不是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小媳妇，动手之前，我劝您三思啊！毕竟您那自小学鼓舞的儿子，现在已经站不稳。你这你。哎呦，如海，别生气嘛。那宋玄离是刚从乡下回来，不懂规矩，也不是故意气你的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就这样气死我！老天，怎么不收了你这个孽女？当初我就不应该送你去乡下，就应该一抽绳去掐死你。就算掐不死，是应该像宋一燕那样下毒毒残是吗？没错。是应该像宋一燕那样下毒毒残是吗？没错。什么下毒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大哥是出车祸残疾的吗？
虽然还不曾给大哥诊脉，可照片上大哥面色凹陷青紫，舌苔紫红，分明是曾经中过剧毒，余毒未清的样。啊，大哥的毒是你下的？我下毒？我给我亲儿子下毒啊！玉成，你爸刚才那是气糊涂了，这种气话怎么能听呢？一言的情况，当初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就是车祸造成的筋骨损伤。当初医院你也是跟着去了的呀。哎，你二哥也在，你不信问你二哥呀？你不相信我，总该不能不相信你二哥吧？二哥，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。大哥出事的那天你也在场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大哥在出车祸之前到底有没有吃什么东西？到底有没有吃什么东西？大哥，你平常都在忙公司的事情，今天好不容易出来陪我玩一次，人家就想吃这个香草味的冰淇淋嘛。这根原味的被你吃掉了，你必须给我买新的，求你了。路边摊不干净。你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就告诉爸，不让你去乡下看宋玄礼。哎呀，大哥不去，我去吧。算了，我去吧。我去。大哥心里只有宋雪梨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妹妹。怎么会呢，大哥？大哥！大哥！说话！二哥不会把我供出来吧？要是他说出我宋玄离这个煞星，会不会不管不顾对我动手？大哥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玉成，大哥当时什么都没吃，这就是个意外，是我反应不及时，没能救下大哥。你要怪我，跟阿姨、爸爸还有昭昭都怪。你要怪就怪我，是我对不起大哥，是我对不起大哥。哎呀，二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件事情是意外啊，而且大哥醒了，不被你也说是意外吗？我看什么中毒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就是宋玄离没事找事，3哥的钱是不是打到你卡上了？不过1000万，你想要，家里还能不给你？又是鼓动3哥偷钱，又是冤枉爸爸下的。宋昭昭，我看你就是想闹翻这个家。宋玄离，爸，不过就是让你在乡下待了10多年，你回来一句爸爸不叫也就算了，还把家里弄得这么鸡飞狗跳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昭昭，不许这么说话，怎么这么跟姐姐说话呢？你凶昭昭做什么呀？我看昭昭说的对，我让你回来，不是让你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。等你和裴家解除婚约，让昭昭替你嫁过去以后，我这个父亲，你爱回不回？这个家你爱回不回，我就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。解除婚约，我不同意。婚约是妈在的时候定下的，凭什么给他宋昭昭？而且宋家更是玄灵的家，宋家已经亏欠他很多了，你怎么还能？执命媒妁之言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我同意。我同意解除与裴家的婚约。算你识相，裴哥哥本来喜欢的就不是你，他喜欢的是我。3年前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他就夸我帅真可爱，可不是你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能比的。玄灵，你不要一直说3哥，这桩婚事本来就非我所愿，解除了正好。解除婚约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对外公布你是宋家4小姐的身份？这怎么行啊？现在外面都知道我是宋4小姐，要是公示了，我要怎么见人呀？
我要宋氏集团10%的股份。不可能！股份本来就是外公在世时分好的。宋如海，这是我们妈妈宋双双的宋氏，不是你。你不会是因为你也姓宋，就忘了你只是一个赘婿，而我的哥哥才是名正言顺的宋氏集团继承人。赘婿？宋四小姐的爸爸？哦不，您的岳父竟然是赘婿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宋氏集团老总啊！真是没想到。可他的样子也不像啊。原配的几个子女，如果是赘婿就说得通了。哦，难怪他要将你的未婚妻送入乡下，对不是亲生的宋昭昭视若明珠呢。你怎么知道宋昭昭不是亲生的？宋昭昭是私生女，豪门大瓜呀，只能说不愧是豪门嘛，真是肮脏啊。我是说宋家啊，您家可没这破事啊。那个可怜的原配，他这一走，几个孩子送走的送走，残废的残废，怪不得宋小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把我们当成继母派过去的人，怕成那样，怕。他那样子可不像怕。你第一招，把牛樟芝送给六玄神医，以表诚意，尽早安排回京都的时间。父亲那边不要再拖了。是，宋四小姐那边需要通知吗？我自己心里有数。爸让你们滚，你都不认爸，还想要家里的股份，你做梦去吧！你休想用婚姻拿捏爸。裴哥哥到时候肯定会为了我主动找你退婚的，到时由不得你不同意。雪莲，你是怎么知道爸宋如海是赘婿的？妈走的时候你不过才3岁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16岁。裴氏的子文六玄大人。都散了呢。老大，宋如海不过一个赘婿，竟敢将您赶到乡下，要不要属下帮您教训教训他？不必了。他毕竟是母亲生前爱的男人，只要他对哥哥们一如既往就行。但若有朝一日，他敢不履行母亲在世时的遗言，这时候你可再娶，可宋家必须是4个孩子的。我自会让他吐出一切。从今日的事态来看，大哥的残疾，甚至是母亲的死，可能都和宋如海夫妻有关。在拿到确切证据前，可以先收点利息。三哥，我们是时候拿回一切了。好，不管你要干什么，三哥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老大，这是裴家送来的牛樟芝，他们约您3天后去京都给裴啸天续命。确实是上品的牛樟芝，告诉裴静川，可以。是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您大哥宋一燕被宋家安排在了治和疗养院，房间是您母亲之前自杀的那个房间。妈妈，你快醒醒！妈妈，大哥他情况很不好，这是他的病历。你先安排人过去照顾大哥，我治好药就过去。另外，给宋氏集团找点麻烦。得嘞，宋如海和秦秀那对狼狈为奸的狗夫妻，我早就看不下去了。3天，我一定让宋氏集团股票大跌，让他们跪着来求您原谅。为什么大哥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？治和疗养院10年前，您母亲因抑郁入住治和疗养院，秦秀看过她后，就传出了自杀的消息。具体的话，可能还要找到当年的医生和护士。又是治和疗养院，看来非去一趟不可了。少爷，
我看和宋氏集团的合作不如取消。他明知道宋四小姐是您的未婚妻，却还将她赶出家门，这不是不给咱裴家面子吗？人在哪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。少爷，您不会连你未婚妻的电话都没有吧？我想找死啊！我这就去找少司令。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偷心贼啊！感冒了吗？不对，脉象平稳，应该没事。算了，先给大哥吃药要紧。没想到四妹这么厉害，也许她真的能救大哥。成了！少爷，这是九转还魂丹，这次运气极佳，一共得了2粒。这世上任何病，只要吃下1粒，不说是妙手回春，也算是百病全消了。太好了，大哥有救了！我们现在就去找大哥。到了，这就是治河疗院。大哥，我来救你了。妈妈，这一次我长大了，可绝不会让你听妈妈的后尘。看什么看？吃饭了，赶紧给我吃啊！限你3分钟，吃不完我给你倒了。端出去！你真把自己当金贵的宋大少呢？你现在不过是一个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的一个死残废。我告诉你，能给你送饭就不错了，还在这挑三拣四的，给我吃！滚！死残废，你在这推我！你吃是吧？你吃我就喂你吃，我给我吃！吃！你吃是吧？不吃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去死吧！住手！这里是病房，我在给病人治疗，闲来人给我出去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谁？在房里治疗叫白了。治疗？没错。脉弱而滑缓，寒湿之症。这护士竟然还给他注射大量的寒雾，这个剂量下去，大哥必死。既然是治病的话，想必是温补的药吧？你试试，应该也没问题。来人呐！杀人呐！杀人呐！什么人竟敢在我治河疗院闹事？院长大人，院长大人，我刚才给别人打针，这2个人闯进来，就在这闹事儿。你就是这家疗养院的院长，我是宋氏集团3少宋院长。你们护工对我大哥下死手，是倒我宋家没有吗？宋氏集团。哦，原来是3少。3少来这儿，宋夫人和宋总都知道吗？我们给宋大少的治疗方案，那可都是2老点头同意过的，怎么可能是故意杀人呢？3少可不要血口喷人才好啊！这药分明是致死的剂量，可这院长丝毫不慌，看来他定是知情者。若是抓了他审问，说不定即刻就能拿到宋如海夫妻害人的证据。要是3少下次还这么来看望病人，就恕怪我们疗养院不接待了。学妹，玉成，没必要为了我这个废人得罪秦秀，你们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哥，你不是废人，玄力已经研制出了治好你伤的药，你马上就能站起来了。绝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他的病绝对没有人可以治好。这可是新研发的剧毒，
发作慢但极其致命，除非六玄神医出手，否则绝不可能治好。没错，根本治不好。别说一个区区野路子医生，就是国际专家来了也治不好你这个残疾，一日残疾，终身残疾。与其瘫一辈子，不如早点了结，早点投胎呀。子玉，你再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？女生，算了，他说的没错，确实是个废人。看来这个医院从上到下都是知情者，不用再等了，立即行动，务必拿到证据。上！他在这儿。属下查到少夫人来看您大舅哥了，不会有错的。奖金加8000。少爷有命，这次一定能将少夫人带回京都完婚的。大哥，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呀？我只想一拳打死那两个畜生，他们分明就是故意的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，也太便宜他们了。害了大哥和妈妈的人，一个也跑不了。你把他们打伤了，出了这口气，秦秀顺势把你送进监狱，你是想指望我这个废人以后保护宣丽吗？你想让老二哥他眼里只有那对母女，我就想不通了，咱们仨都是爸的孩子，他怎么就能这么纵容秦秀害我们？难道大哥你的腿伤真是他们策划的？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是为了宋家财产吗？看来三哥你并非全然不知，只是太看重亲情了。可在有些人的眼中，亲情怎么敌得过利？大哥，这是我制作的养心丸，你尝一粒试试。看来那个师傅教了你不少东西，这药丸闻着就很有效。怎么样？这药丸入口即化，而且很特别。快！我能走了，我能走了。大哥出院的事交给三哥应该也没问题。店长，我听说宋四小姐可不是好说话的，听说她一回到宋家就把宋家折腾得人仰马翻。她要是追查宋大少的事儿怎么办？哼，查也查不到什么，反正人又没事。当年的事情那可都是外部聘请的临时工干，跟我们疗养院有什么关系呢？院长英明，不过我就是怕他牵扯出当年的事儿。当年的事。哇，好快的速度！少夫人这是去哪儿？跟上去。我说，别吵我，是宋夫人啊，不是秦秀，是她让我逼死你母亲和哥哥的，不关我们的事儿。是吗？我发誓，都是真的，您不能杀我，我可以自首，我自首，我只记住他们的犯罪证据。果然是他。10年前，你母亲因抑郁住进疗养院，我本以为他们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恩爱无双。双双，喝点水休息一下。这个孩子还需要你。如海，他在的时候，我不是不让你出现吗？哎呀，人家只是太想你了嘛。何况我都在他水杯里下药了。后来秦秀找到我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”不是我想，
我不敢办。石院长，那是最新型的药物，可以抑制人多巴胺分泌，让人感受不到一丝快乐和希望。意志不坚定者，逆症下去，就会出现自杀现象。宋夫人是我生平见过最坚强的人，她整整扛了10针才开始出现自杀现象，意志力实在惊人啊！父亲。老大，人都已经送去警局了。那个院长醒来后也交代了，的确是秦秀所为。至于您的父亲，您……我知道了。是。宋如海、秦秀，母亲生前受过什么折磨，我要让你们一一感受，至死不放休。老婆，怎么是你？不是我还有谁啊？难不成你在外面还有别人？你想退婚，也不用这么不幸。啊？我同意了。什么退婚？吕少爷是京都裴家的继承人裴继川，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来跟你谈退婚事。陈楠，你该死！哎，老婆，你等等我，你听我解释。孽人！你还敢回来？我要是不回来，岂不是让你白等？知道爸爸在等，还敢回来，还真是大胆。宋玄礼，亏你还姓宋。爸爸只不过说了句气话，你竟然陷害他，想让他和妈妈一起去坐牢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你也配姓宋？听见了吗，宋如海？你这个孽畜！指责的话就不必多说了。你年龄大了，里面不好受，有点力气改造吧。白眼狼，你怎么敢跟爸这么说话？宋玄礼，你想干什么？宋玄礼，宋如海、秦秀，当年你们做的事情，我已全部查清。我发过誓，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你想干嘛？我可是你父亲，对我动手天理不容。父亲把我丢在乡下10余年，不闻不问，还死我母亲，毒残我大哥，养废我二，废除我3个。当好父亲，宋如海，自首或是你自己选吧。我可是你亲生父亲，你骨子里流着我的血脉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都是他蛊惑我的呀！对，是我。你要杀，来杀我呀！来呀，杀我呀！你以为不可？来杀我呀！我已经永远不想知道宋生生在哪。母亲她没死。没错，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，但是放不可能！我就拿你2个条件，说，让昭昭以宋家4小姐的身份嫁进裴家，再给她50%宋家的股份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就一人担下所有的责任去自首，否则就永远见不到宋收收。
若是我母亲出事，自会留他陪葬。你放开玄离，你放开他！宋玄离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干的，你不要牵扯到张昭。换个人。好，你以宋家小姐的身份嫁进裴家，是多促进裴宋两家的合作。给张昭10%的股份，我去自首，目前为止。嫁进裴家，少爷是京都裴家的继承人裴继川，这次来找你，就是来跟你谈退婚事宜。别以为裴哥哥救了你就是喜欢你，他只是把你认成了我。我们3年前就认识。为了母亲，他不想娶也得娶。好，你呢？所有事都是他做的。玄离，我和你母亲感情很好的，你要相信。再说废话，惨！不愧是宋宝宝，果真有亲必有亲女啊！当初要不是宋双双为人冷漠、独断专行，我也不会对她下手。我娶了她以后，一直让她怀孕，一直让她生孩子。还没生孩子，身体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可她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富太太一样好好生养呢？你要紧紧地攥着宋氏，半点权利都不给我，让我成为一个丝毫没用的宋总，让我成为一个被人辱没的赘婿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能受得了吗？宋双双就像是我头顶上的一座大山，他时刻提醒我，我只是一个赘婿，时刻提醒我，宋家的宋是宋双双的宋，而不是我宋如海的宋。这凭什么？他要是不死，我永远都抬不起头来。我是一个男人，凭什么被一个女人压在下面？凭什么？现在虽然只是把他关了起来，但我要是真的把他杀了，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自首，从此活在你们妇女的阴影下，让我永世不得翻身。你休想！就在刚才，我已经派人去灭口了，没有人证物着。我看你拿什么对付我？爸，什么证据啊？什么灭口啊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是你，秦阿言害死了我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现在已经不是宋家的赘婿了，我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宋总，我有权有势。今天你能奈我何？真良，真棒，我好好的给你上一课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用钱和用权解决不了的。我宋如海也不会损伤一丝一毫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知女，只可惜你的那些及时证据也是犯罪。早在你得知消息的前一天，就已经被我给关起来，而你刚刚说的一番话，也将会成为呈堂证供。出来吧。宋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什么时候？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说过，宋家姓宋，宋双双的宋。我不会输，我怎么会输？我韬光养晦10几年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秦秀，是你！我
我不会输的，我不会输。开虎掏心，这可是二哥的绝技，宋玄礼死定了。宋生生，希望你能喜欢这兄妹相残的戏码。宋双双，你高傲了一辈子，我以为你被关进来的第一刻就会寻死，没想到啊，整整6年了，你还顽强的活着，不说话，是因为看到儿女手足相残不开心？你生了3个废物儿子，却生了一个好女儿，明明养在乡下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一身的好本事，连宋儿都打不过他。谢谢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说吧，宋氏机密保险箱的密码。我答应你养大你的儿女，我可没有食言。到了你兑现承诺的时刻。可以，但我还有一个要求。没想到当初为了夺取宋氏卖给宋生生的好，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我。不可能！宋书超在地下室里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莎莎，妈妈要保重点，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妈终于醒了。乖乖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妈，你看我这腿现在越来越强壮了。妈，你看这段时间我天天锻炼，都变壮了。妈，我干了2年保安，我都干到保安队长了。你最有出息，那昨天又被罚站了，还扣了200。少爷，你不进去了？你不是说要带少夫人回京都吗？他们母女俩才刚刚相聚，你少爷我还没那么没有眼色。喂，裴管家。少爷，不好了，老爷病危了，你快回来！去请6县神医，立马赶回京都。爸，老爷一直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就是为了等您回来。我爸他不会有事的。少爷，6县神医10分钟后就到了。爸，怎么回事？6县神医呢？怎么还不来？我这就把他绑来，快去！不必了。少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6县神医呢？啊！让开！你干什么？裴管家，让他试试。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老爷他……爸，他暂时脱离生命危险，金针不脱，可续命1周。只有1周，神医小姑娘，老爷这个情况，您能救吧？裴老爷不是病了，是年纪大了。老婆，你一定有办法帮爸续命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答应秦秀要和裴家联姻，本以为要费一点手段，可看他的样子，想必为了他爸卖身不成问题。有，可我有个条件。
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无论上刀山下火海，只要你提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虽是个花花公子，但胜在孝顺，以后相处也不会很难。裴宋两家联姻正常进行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少爷运气可真好，这可真是连吃带拿呀！老婆果然稀罕我。不对，你想退婚，也不用这么恶心。啊？我同意了。老婆是不想和我结婚，又想宋裴两家的婚约继续进行，所以是想把我退给她那个蠢妹妹吗？好，这是九转还魂丹，服用后可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延寿1年甚至10年。至于具体能活多久，还要看服药人的底子。我用它跟你换3年新婚，3年后我们互不相干。3年后锦绣出狱，我也算完成了承诺。你是我的联姻对象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季春，爸觉得身体前所未有的舒适，是回宫返丈了吗？是你的好儿媳，是她救了你。哦，这是宣礼吧？好，宣礼啊，是我和你妈定下的儿媳妇儿。我裴啸天这辈子只认这一个，你要是带别人回来，我是不会认的。那个协议能不能不签啊？怎么，觉得3年太长，还是你是有什么不满意？我是觉得3年时间太短，不顾你我日久天长。你不是喜欢宋昭昭吗？什么宋昭昭？你们不是青梅竹马，还是说你想为他守身如玉？冤枉啊，老婆大人，这是哪里来的谣言啊？你不喜欢他的话，当初为什么因为宋昭昭来找我退婚啊？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我第一次见到宋昭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姑娘吧，她太傻了。别人骂她的时候，她还不自知。我当时以为你们宋家的姑娘是不是都这样？所以这不是没有遇到你吗？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就已经爱上你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。酒店那次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不是有意的，就不用负责了吗？你说过要补偿我的，那就用1辈子来补偿吧。但我现在还不喜欢你呢。那是我的问题，我会让你喜欢我呀。